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症以及如何补充钙质。为什么要讨论这个话题？主要有2个原因。首先，骨质疏松症的盛行率目前非常高，特别是在停经后的女性中，盛行率高达 38%， 远高于许多其他常见疾病。其次，骨质疏松症的后果可能比你想象的更严重，最主要的后果之一就是骨折。如果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不幸摔倒并且骨折，尤其是髋部骨折的话，1年内的死亡率竟然高达 30%， 这与某些晚期癌症的死亡率相当。因此，由于骨质疏松症的高盛行率和高死亡率，它受到了广泛的关注。许多人知道骨质疏松症需要补充钙片，但奇怪的是，尽管有些人明明在补充钙片，但他们的骨密度却没有提高。那么，为什么你补充钙片后骨密度没有增加呢？原因之一是你可能摄取了过多的高钠食物。根据研究统计，如果你食物中的钠含量过高，你的血液中的钠就会升高，然后肾脏会排出这些钠。但你知道吗？在排钠的同时，肾脏也会排出血液中的钙质。因此，如果你食用过多的钠，你的钙就会跟着流失。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他们平常不放太多盐，但有些高钠的食物是潜藏的。这些食物虽然没有加盐，但含有高钠。例如，一些调味料，如沙茶酱和黑醋，都含有高钠。此外，一些火锅材料和火锅汤也是高钠食物。因此，如果你想确保钙质被有效地补充到骨头中，就必须避免这些高钠食物。另一种应该避免的食物是富含高磷的食物。高磷的食物中含有许多磷酸根，当磷酸根与钙结合时，就会形成磷酸钙，而磷酸钙会沉淀。因此，如果你在补充钙片的同时摄取了大量含磷酸根的食物，你的食物中的钙离子就会与磷酸结合，形成磷酸钙，而你的小肠就无法吸收这些钙，它们会随着粪便排出体外。因此，如果你想确保钙被有效吸收，就必须尽量避免富含高磷的食物。幸运的是，日常食物中有许多富含钙的食物，不一定需要依赖钙片。这些食物包括起司、牛奶、豆制品以及一些深绿色的蔬菜，如青江菜、地瓜叶和菠菜，它们都含有丰富的钙质。只要在摄取这些食物时注意不要食用过多的盐和高磷食物，你的钙质就可以轻松补充。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数据，在2017年到2021年期间，发现台湾人最缺乏的营养素之一就是钙。虽然人们目前可能没有充分重视补充钙质，但正如前面提到的，骨质疏松症的盛行率非常高，而且与骨折相关的危险性也非常高。所以，补充钙片现在几乎已经变成一种全民运动。根据国民健康署的建议，平均每天应摄取1000到1200毫克的钙。但在补充钙的同时，千万要避免摄取过多的钠和高磷食物。总之，只要注意这2点，就可以轻松的预防骨质疏松症。要预防骨质疏松症并确保骨骼的健康，除了注意钙质的摄取和避免高钠和高磷食物之外，还有一些其他关键因素值得考虑。首先，维持适当的体重非常重要，过重或过轻都可能增加骨折的风险。肥胖会对关节和骨骼施加额外的压力，而体重过轻则可能导致骨密度不足。因此，保持健康的体重对于骨骼的健康至关重要。其次，多运动对于骨骼健康也至关重要。有氧运动、负重训练和体力活动都可以帮助增加骨密度，并加强骨骼。每周至少150分钟的有氧运动和2次以上的负重训练是一种很好的运动方式，可以促进骨骼的健康。此外，维持足够的维生素 D 也是关键。维生素 D 有助于钙的吸收和骨骼的健康。你可以透过晒太阳，食用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，如鱼、蛋黄和蘑菇或维生素 D 补充剂来确保足够的维生素 D。戒烟和限制酒精摄取也对骨骼健康有正面的影响。吸烟和过量酒精摄取都与骨质疏松症的风险增加有关，因此应尽量避免或减少这些习惯。最后，定期进行骨密度检查是非常重要的，尤其是对于年龄较大或有骨质疏松症风险的人。透过检查可以及早发现骨密度下降的迹象，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预防骨质疏松症。
总之，骨质疏松症是一种常见但严重的健康问题，需要我们采取积极的措施来预防和管理。透过适当的饮食、运动、维生素 D 补充、戒烟和限制酒精摄入，以及定期检查骨密度，我们可以降低骨质疏松症的风险，保持骨骼的健康。希望这些资讯对您有所帮助。